放这个大声，哎，大家晚安，我们从减时开始。欢迎去看阿红机先。哦，等一下，我要调整一下，关掉广告，关广告。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啊！大家晚上好啊！这礼拜也是一个非常精彩一个礼拜，我觉得这个礼拜又是我的一个修罗之月，修罗之周，那接下来有个修罗之月，但是很多事情啊。那首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我们的一个端午的补财库法会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报名中。那当然，我们的维修财库的动作啊，必须要提早去做。说还没报名的，老师建议你早点报名，因为有了名录啊，老师在做这个课余准备的时候，先可以把你纳进去。那呢，如果发现你的财库可能有破，我不知道是谁的啦，那目前都有在维修之中啦。那我们在做科仪仪轨的过程之中啊，我们请神明来去施恩一下啊，帮我们把这个财库给修一下，好吗？那周三的时候啊，老师会发通知啊，因为这次老师我们有的是我们的那个法会系统，所以我们都寄信，那也是在 YouTube 里面这个留言区会有，那其他地方我还没有通知啊，所以说这个我下礼拜三会一起通知。那第二件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吗？我们的西游降我录啊，在上周一啊就做试播了，但是试播状况其实不是很好，因为老师的录音状况不好，所以老师现在全部把它改变了啊。我们用专业的一个什么叫做语音的配合的模式。那我们下周一吧，明天吧，好吧，明天我们把那个第一集重新上架啊，用正常的我们设计出来的状况去做。那么我们正式开卖的时间是6月15号。6月15号，各位至少可以看15集，好吗？15集，每一集啊，从8000到15000字到16000字不等，所以整个50集啊，会将近像魔戒小说一样，可能就接近75万字或到80万字以上。这个《西游降我录》啊，它是一个我个人跟各位讲，很适合你30岁以上的人去看，尤其是40岁以上，你会特别有感觉，因为这个里面呢。我这么说好了，《西游降我录》这里面啊，既是我写的，那也不全然是我写的，所以说呢，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一些东西要给不同的一些听众，让你们去了解啊。所以说你这个二十几岁的你可以不要买，因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或者你可能不了解人生之中有这么多的初心，你有这么多的一个人生的体验，你必须到了在30-40岁以上，你才能知道原来这个《西游记》里面要讲的是跟我讲这件事情，好吗？啊，虽然老师有改编一下，但是呢，这个东西是很精彩的，好吗？我们价格一样哈，虽然这么大的这个巨作，真的是它快了80万字啊，那我们价格还是一样699，好吧？这个老师希望能够大家看起来都没什么压力，这最重要。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看一下，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还有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乾坤门姓名学，我们的姓名学的一个课程啊，我们会在6月25号我们会开始公布来报名，好吧？那时候我们也会有试看的一个幅度啊。这个姓名学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尤其是在社会上走跳啊。其实你不用知道对方的生日啊，你也不用知道他什么，你不用知道他的属什么都不需要，你拿到名片知道他是谁，就知道我们两个人合不合得来啊，就这么厉害，好吧？就这么厉害。从姓名学里面，甚至你还可以批流年，这个厉害的程度呢，我就直接交给你了啊！我不藏着掖着，这个时代，对不对？你需要知识，我需要钱，这两个合在一起不就对了吗？对不对？好吗？这个我们的这个《西游降我录》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节目，对你一辈子的人生都有帮助。我说真的，好吧，这个真的是要各位去了解一下《西游降我录》里面啊，给大家的一些，还有算是我转述这些事情给各位去知道，好吗？好，但是要记得哈，你不要跟我讲原著不是这样讲的，看我要妈什么都搞原著，那这个事情你就别谈了，好不好？这个毕竟是小说嘛，我们改编一下，好吗？好，那补财库法会6月20号截止哈。那首先呢，我们开始长脑子的时间了，好吧？看老师的节目啊，我们不是只做新闻总结，只做新闻总结这个事情没有意义。你看新闻就好，你看我干什么了，对不对？所以不要跟我讲谁没讲到，不用，我告诉你的事情是你要去思考的事情。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我们世界里面所围绕一件事是什么？当然就是石油，也就是能源。能源议题啊，其实在过去啊，很久以前到工业革命开始啊，都是一直你难以去拒绝说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世界上必须需要的但是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开车，我们就需要这些东西呢？其实跟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比较大方向去看。为什么？因为能源这个东西啊，它所需要的就是在于是说你需要的程度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过去吧，过去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是什么呢？过去的能源第一个开始是什么？当然不是石油。过去是什么呢？叫木材。木材东西是我们在所有的一个文化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么当木材有没有可能砍完的时候，
木材是有砍完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过去看到什么黄杉啊，或者什么状况哦，你这些的树木啊，哦，柴米油盐酱醋茶，你的柴是会被用完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柴会用完状况之下，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砍完了我就没有了，那我的一些取暖啊，或者是我建筑啊，或者是我其他的一些发展，是就没有办法了。当然也不是啊，因为我们后来有什么呢？我们有煤炭，对不对？我们有煤炭。那煤炭之后有什么东西呢？各位，你想，煤炭之后有什么东西？煤炭之后啊，比较稀奇的是什么呢？我们会用鲸鱼油啊，这在欧美状况，欧美国家会有这个鲸鱼油，就是说呢，你要用这个生物的能源啊，然后用生物能源啊来去做这个所谓他们要用的一些燃料。说当你有这个鲸鱼油之后啊，那我们后面就比较困难，我们后面变什么？就变成原油。所以说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能源它是一直有替代的方案，然后我们一直有替代方案，就是我们如何去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去取得，就是说我们所能够用的东西。那么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既不用鲸鱼油，我们也不用木材了，那我们现在有核能发电，那你是不是石油这个东西需求性就没那么高了？但是现在目前的我们整个战争情况来看，那无论是俄罗斯，那无论是伊朗啊，无论是现在被打了科威特，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我们是不是都很需要这个石油？所以能源危机这个议题，我们一直开始在盛嚣尘上在做出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实际的一件事情是，能源危机它从来就不会存在的东西。这你们很奇怪，明明就石油是说很多人说石油会开采完，那老师你怎么又说能源危机是不会出现的？因为实际上来讲，这个世界上的石油它的库存量是足够到我们全世界人去使用的一个状况。再挖个几十年、上百年，它都挖不完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所有我们所探勘出来的石油无论是我们认为它抽干的，已经废掉那个井的，无论是中国大气油田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墨西哥啊，抽掉了，抽不出来了。那我们把这个油井废，实际上说它抽干的东西啊，也只是把这边所蕴藏量的40%到50%去把它抽干而已。各位，你理解老师意思吗？我们所谓的废井掉的这些没有用的这些油田啊，它其实我们只抽它里面一半的原油，那剩下一半为什么不抽出来呢？没办法抽出来，至少现在去抽它，不是完全抽不出来，是抽它的成本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岩石的一些毛细孔跟细缝里面，所以说美国它发明了水裂解法，说他们可以把页岩油的石油把它压出来。但是呢，我们现在其他传统油田是没有办法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没办法，是你花的成本比你采出来的石油还要来的高。所以我不就没有利润了吗？没有利润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呢？说实际上来讲，原油本身的油田啊，它还有一半还在地底下啊，你是没有办法去使用的，就是说你挤它没有办法。那第二个原油还有没有呢？比如是说你在日本，他们也找到其他的油田，或者是在那个南极有发现其他油田，或者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油田，尤其是在深海油田。所以油田那个里面蕴藏量啊，目前所能够知道就几千亿桶原油。那么为什么不去开采这几千亿桶原油呢？那答案也是很简单。我挖原油的钱比我去抽出来卖的钱还来得高，不划算不是说比较高，就是我卖掉之后我没有价差可以去做。比如说美国的页岩油吧，对你抽出来一桶大概要60块美元，可是它币值上下了大概是50到60块美元之间我一桶要50块到60块美元之间。但是呢，你沙特挖出来原油成本就是2块钱美元，就是我的成本这么高，那么我原油价格一定要高。比如说现在是98元。98元的原油，我是不是我抽50块原油上来，60块原油上来，我都还有利润，是不是？因为你抽出来就抽出来了嘛，就可以用了。但是就是它是亲子原油，但沙特抽2块钱抽出来之后，它的经济效果还比你在美国抽出来的高。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石脑油等其他的一些石化产品在里面。所以说，那抽出来它成本低，那就够了。就是说，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不是没有办法，也不是没有石油。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上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说了所谓的这个石油浩劫说或是能源危机说其实在整个科学立场上来讲它是不存在的。世界不可能缺乏石油，只有在你采这个石油的时候你觉得你成本划不划得来，或是你发明一种方法，我可以把岩石里面的石油用低成本方法把它再凹出来。那我就划得来了，对不对？就美国还是有这个状况，页岩油就是可不可以做出来？那中国他们大气油田已经废掉了，他有没有办法把它挤出来？有，但是成本太高，抽出来了，我不如买新的，买新的还比较便宜，跟那个俄罗斯买，对不对？我还不用花这个成本比如说你要什么二氧化碳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东西去做，说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要去明白，世界所缺的东西永远是资本。资本认为你这个东西你是稀缺的，那么他就可以去做价，把这个价格做高。就懂老师意思吗？你要把这个价格做高，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利基，我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说，无论是木材、精油或是石油危机啊，都是一样。这个东西你需要，我有，跟钻石一样，钻石就是你需要吗？你不需要，但是我有怎么办呢？我就创造你需要。所以说呢，这个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还有什么呢？一个什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因为我创造你的需要了，而你拿不到的时候，那么它就有价格存在。比如说现在有人在说啊，中国的玉石市场根本就是一个诈欺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的玉石市场它没有二级市场，也就是说呢，你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流通是没人要买的，因为它就是一个绿色的石头。就除了它是绿色石头之外，它没有任何经济价值。比如说你可能在加拿大或在南美其他地方一挖出来的整块都是绿的，完全100%帝王绿的一大堆。但是呢，有人说啊，因为你不是在中国挖，你不是在和田挖的，你就不值这个价格，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就是因为中国产的地方没有这么多，那你要找那么漂亮的也不容易，因为地质的关系。所以是说呢，从古至今，玉石就变成什么？玉石就变成是这个帝王所专用的啊，很珍贵的东西。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这么珍贵啊，因为其他地方没有营造这个资本的需求，加上它取得太容易，取得如果那么容易，那当然它价值就会变得比较低。所以说，无论是石油也好，无论是玉石也好，无论是钻石也好，都是你要去明白一件事，就是它是处于你需要，然后我们再去做。而当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石油我们是硬需求，因为我们要开车嘛。比如说我老师现在开的是汽油车，我是需要石油，没有石油我马上要推的，对不对？电车我又买不起，对不对？电车台湾很贵，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它整个是供给跟需求。所以说我们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或者是无论是在那个什么其他地方，沙特那个地方，他们一直说石油会耗竭，或是石油没有运，那就会出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像日本他们遇到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它没有石脑油，就像它没有石脑油，因为石油是工业的血液啊，那这是很重要，因为它有石脑油、有沥青，还有其他的东西，它是需要半导体所来个去生产的东西，或者其他工业所需要的东西，它就必须要有这个东西。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你很多工业产品，很多比如说化肥。啊，你肥料你也里面需要石油里面所产出来的东西，或是你衣服、药品很多东西都是必须要用到石油的，所以这是并没有这么容易说我们可以不要它。但是透过科技的状况之下，比如是说现在欧洲他们也知道石油上是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什么？开始做干净的能源是什么呢？核能。那中国呢更上一层是核聚变。而中国的核聚变呢，跟其他们的核能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啊，目前中国的核聚变啊，就是人造太阳，好吧？人造太阳这件事情啊，他们预计在2045年，他们可以进行第一场商转啊，这是过去在2025年所做的预估，就去年所做的预估，就是他们预计在2045年可以进行商转，意思就是说20年之内，他们可以让核聚变啊去点亮百姓的第一盏灯，好不好？这是第一盏灯。那有这个东西，是不是代表全中国的能源就没有这个这么大的压力了？也不是，因为你有第一个，但是你怎么把电送到全中国？或是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做一个核聚变厂，但这个是一个问题，因为到处做太阳那是有没有风险的？这我不知道，我不是科学家。另外就是目前没有所谓的超导体啊，超导体是什么样呢？我能源传输过去，我讯号传输过去，我不会衰减啊，不会衰减。所以说呢，你就要有超导体，那你过去你能源到处去牵那就没有问题。但是目前的状况是没有。但是如果一旦这件事情一旦成真，那么石油的一个需求度是不是还会在下降？下降它不会立刻崩跌式的下降，它的下降只是会慢慢减少需求。比如说简单，中国它是一个全世界进口石油最多的国家，因为它本身基本上有产油、有产煤矿，但是不够自己花，对不对？就像那有些人就是月光族，对不对？我一个月赚3万台币，但是我这个月要缴出去的卡费是4万6，那怎么办？借新补旧咯。中国就是这样，我能源我生产是有，是不是？但是我花的多。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能进口更多的石油进来说去使用，无论是火力发电或什么东西。那有人会说，老师，你之前不是说了新疆的电，或者是哪里的水力发电、三峡大坝的电，不就让中国自给自足吗？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这样，好吗？我们要去理解一件事情，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到这样。比如说法国能够不进口石油吗？不行，但是它能源的用核能替代率是70%啊。它为什么还要进口石油呢？就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当中国可以去慢慢去降低石油需求的时候，那么它被资本化所去让它有价格的一个程度就会下降。就说你真的有石油危机，我认为那也不过这30年的事情。30年之后，你再听到石油危机这个名词啊，那它的概率程度会低了。而中国现在它先做出来，比如包含他们的一些车辆，很多都已经是电车了啊，就新能源车了。
那加上他们进口的一些车也减少很多是油车，那这样子就已经实际上中国已经开始慢慢摆脱你非得用油你才能够开车的一个问题。而且台湾也有很多，台湾现在有很多的一个公车啊，它都是用电动的公车，所以台湾的公车啊，虽然过去声音还是很大，但是它不会的嗡排出来都是黑烟哦。现在真的路上是少的。如果各位在台北或在其他地方有去注意，比较新的公车啊，基本上都没排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电动公车啊，不是它烟往其他地方排啊，是没有的。但是你看30年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是不是公车嘣一下，哇操！我骑脚踏车在后面，它嘣一下，哇！我本来已经很黑了，然后被它冲一个，我觉得我更黑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会排这个黑烟呐、那现在就没有。所以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讲这个是一个铺垫，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所遏制的只是便宜的能源，它便宜的能源。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其他的有没有受到获益呢？当然是比较少啊。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是在于是说，那个美国的一些石油商，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帮助，但其他地方来讲是没有的。那其他是没有的，就是深受其害。为什么？因为他们要割韭菜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了欧洲它本身的一个经济 CPI 指数啊，它还是维持到3.6%。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其实欧洲现在深受的就是美国它的战略的痛苦，因为它如果石油成本它没有办法降低，那么它要如何去振兴它的经济呢？这个就很困难。而且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美国跟伊朗它短期内它不会升级为全面战争，为什么？因为我要打下去，那打完了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加上就是美国如果真的要打，它的损失也会实际上会产生，因为现在伊朗的反击很多地方都打到美国的航空母舰、美军的基地，它已经具有反击而且让你受损的能力了。今天不是美国你这些弹药去受损，而是你的基地、你的人员，甚至你在地缘政治的一个角色，你都会被受到影响，而不像过去一样，比如说越南战场，越南战场就很简单嘛，这美军去碾压，他被反击的受伤的程度低呀、因为你完全的军事不均等啊，所以你会死很多雷恩大兵，雷恩大兵不在那边，应该死的是阿甘，对不对？阿甘那个他班长在那边，或者他的一个黑人战袍在那边啊，他可能会死在那边。但是其他你说会影响到美国本土或者美国自己的国力啊，会有，但是呢，它不会立即性的，它影响程度是会有，所以它拖了久就会有问题。但现在不是，现在就是你进入战场之后，你自己的在中东的战区的一些基地，你就会受到影响，那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他们现在的科威特基地也是被打到，但是问题就在于是说，伊朗去打美军的科威特基地，也炸死了科威特人啊，现在就是打歪了啊，你说打歪吗？也不能说是啊，打到科威特的基地之后啊，现在就变成说科威特他有没有可能往美国那边靠近？因为你打到我的人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表示？但目前为止是没有什么表示，所以就变得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在6月3日的时候啊，伊朗就向科威特发射30枚导弹跟无人机，说造成了1人死亡啊，1人死亡，这个是海外的一个新闻啦，但是我还没有在其他地方能够找到这个消息。那至少是说科威特那边受到攻击呢是真的，但10几个人其实我现在没办法去特别去知道。所以说呢，跟那个6月4号说，伊朗已经空袭美国的海军总部啊，美军也去炸伊朗的一个克什姆岛，作为报复，所以两边就变成什么有限程度的一家互击，就变成是降低你的一个交火程度，就是我有限的攻击跟有限的反击。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就会造成以色列它可以继续的获这场悉尼。因为他还是想继续打纳坦雅胡，不能不打不行啊！纳坦雅胡你不能说他不厉害啊，他已经受到全部的议员要去倒戈你了，结果他还撑住了。你说他厉不厉害？超厉害，对不对？所以特朗普就骂他，要不是我，你早就被抓去关了。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纳坦雅胡自己用政治力啊，去抵住了这个所谓的弹劾啊，他还是继续在这个位置上，他非要打到底不可。他不打到底，下一次以色列再也打不起。有些时候就这样。这个东西我们看到那个什么《孙子兵法》，对不对？你这一鼓作气，再而竭，三而衰。他现在是再而竭的状态，那再继续打下去，他又有可能三而衰。衰了之后，你还要继续的重整旗鼓，继续找个理由往下打的概率就极低了。因为你只要一退回去，那么你所谓的黎巴嫩真主党或是加沙走廊的人，按照那些以色列他们的看法，就是这些人又开始繁殖了，对，异教徒又开始增生了，那他们打的不是等于白打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要去思考，就是说，现在用有限的反击、有限的还击，伊朗不愿意去低头，美国也不愿意去后撤，大家不愿意把战事升级的状况，就是第一个特朗普要选举，第二个以色列就是要伊朗去被特朗普去拖住，让他可以在黎巴嫩、可以在加沙完成他的一个战略。我相信他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把加沙走廊100%占领。
但是这个占领会不会受到联合国的同意？不会。但是他会不会撤军？当他变成100%的时候，他就不会撤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他就要到100%，你让他撤，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后面还会有其他政治力还继续去影响他，不让他能够把他100%占领。因为你100%占领，全世界的战略格局要重新画了，是不是？那你伊朗也不同意啊，那后面引起的海啸会更大。所以我还是觉得一件事情，纳坦雅胡啊，我还没看过他的命盘呢，好不好？我真没看过他的命盘，他还是会在，我觉得还是会在今年呢，他会受到一个比较大政治力的反扑啊，不然的话，你后面你一直打下去了，对全世界都没有什么好事。所以说现在打起来之后啊，除了科威特他第一受害者，因为他的国家被打嘛，第二个就是什么呢？日本跟韩国哦，他们自己所进来的石脑油危机，现在没有办法去取得，这已经面临到断裂上的一个问题。而欧洲也是一样啊，欧洲的话，他们的欧元区的通膨率啊，在上个月也就是5月啊，那已经飙升到3.2%啊，这个是已经非常高的，这它本来就已经深受这通膨之苦了。然后他现在还继续享受通膨，让百姓的购买力更弱。你只能说现在天气是热的，但是呢，你不能够保证天气凉的时候，他们凉的又很快。然后呢，你这个战火可以停歇，他们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这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石油所引起来的事情，这本来就不需要因此而发动了战争，但是你却要发动这个战争，主要的问题就2个字：资本。资本认为他需要这场战争就必须打，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事情的产生，好吗？好，我看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这样讲快一点哈。我那个画面跑哪里去了？我在这。哦，讲股预警，好，谢谢哈。那大家晚上好，任老师，这一次股市大回档可以到什么时候？我们等下去看，我们等下去看一下，好不好？日非台湾经济海域待可恨，那这个东西的确是我无法去理解啊，无法去理解。这个日非去谈这些事情啊，其实你台湾如果没有做到正常的去反抗的话，我说真的，你只是把刀子递给中国，中国就说这是我的领土啊，那我去护航，我去护渔，然后你也拿我没办法，你连日本跟韩国、日本跟菲律宾都没办法了，你现在拿我船坚炮利有什么办法？是不是？那我们这个自己没有派军出去维护我们的这个海域跟渔权的话，对不对？那马英九还派一个军舰，那我们如果没有派军舰哦，去跟日本爸爸说一句不行的话，我们自己把军舰去护渔的话，那么中国就来护渔了，对不对？他护渔代表是说那我们就只能承认我们台湾包含东部海域，对不对？都是他们的经济海域。那开玩笑，那不是等于我们什么都没了吗？我们包围在饺子里面，你知道吗？我们就变成个饺子馅儿，他们饺子皮把我们包起来了。那你要吃它，你不夹起来就走了，对不对？不会散的，你知道吗？不会散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其实还是在我们的海军要去出动。那我本人我就是海军退伍，所以说好久上去会退伍几十年了，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个事情是不应该这样子的。我个人认为，我总可以有看法吧，好吧？我看法其实不犯法，好吧？这跟什么轻重没有关系。我认为是一个东西很重要的。你跟以色列是要进攻08的是没有错的哈。台湾飞行员没有叫台野挂，这个没有办法哈，这个真的是一场悲剧啊。我们不是感谢他的英勇牺牲，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是悲剧，因为这件事情啊，其实是可以去做避免的，但是我们的国家似乎没有对我们的军备做出很好的影响。你不要跟军购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跟军购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就是长期以来，各位当过兵的吧？好吧，当过兵15年以上的，对，你会当兵距离现在15年以上的，对不对？举手答右，你告诉我国军有没有问题，好不好？当兵你到现在为止就超过15年的啊，这些朋友们，你们觉得国军有没有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答案？国军到底他们高装检或其他的一些内部的文书有没有问题，好不好？这个就很现实的事情。那当时我是干文书，这我不能讲，好不好？但是我就问你们，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过兵的就知道哪一个东西就是真的。对，你除了价单可能是真的，你他妈其他哪个是真的？是不是？我也不能干打一般人，可能其他单位是真的啦，但我也不能讲我的番号。但是实际上很简单，你会相信军队的东西都是真的吗？像我们这次那个鱼雷，咻，嘣击雷军大虾靠腰，他在飞弹天上飞，他妈目标在地上炸。可能是我没看到了啊，我相信了，那可能我没看到，那地上炸可能就它有是咻，咚往下掉，随时往下掉，不然怎么可能？对不对？那当然这也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不懂嘛，好吧，我是无知，好吧，我是一个无知的人，好吧，这时候可能这样，但是真的是可以避免的事情，军方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大烂仗吧，就大烂仗吧，好吗？应该怎么说，就是这样吧，对不对？因为要美国离开亚太，所以说直接划到台湾来。
美军撤退前，他这一点美军不会撤退，然后美军不会撤退的。我说真的，美军不会撤退。他一撤退，他亚洲完全没有威慑力，那菲律宾怎么可能听他的？对不对？日本怎么可能听他的？他现在就是要日本去买他的他妈的公债，买他，然后来让日本成为他那个血包，那日本血包快挤干了，但是还是有点血啊，是不是？他还需要日本，他不会撤军的。你军队不在人家国家里面，人家为什么要屌你呢？是不是懂老师意思吗？军队驻扎在日本，驻扎在任何国家里面。好听一点是我协助你防卫，而且我会接受你协助防卫，那是因为二战结束，大家已经百业凋敝了，大家没有精神再去打这种军国主义或者打这个军事的政策了，大家需要把钱、把时间、把人用在发财身上，是不是？那你能够发财的事情，我为什么要去打仗呢？说我一心想要发财。所以说呢，那你来帮我看看门，那这样子 OK， 那你这个俄罗斯不会过来，那你这样子以后你那个德国会不会再复辟？不可能的，因为都有驻军的，都有美国驻军的，所以说德国有美国驻军，那是因为他不让你德国作乱；日本有美国驻军，他也不要让你美国作乱，对不对？还有其他地方到处驻军，就很简单，我美国要压制你们这些地方，让你们没办法在一起啊，只能听我的话。你有问题，那我就先知道，因为一定会有情治单位的嘛，是不是？所以说你是不可能撤的，撤是不可能撤的，但是军事影响力一定会下降。我有，但是我不见得要撤，就很简单吧，就是我有的我不叫撤。就像家里你们有没有有线电话？有些人有些没有，像我家就没有有线电话了，对不对？但是很多家庭都有有线电话啊，对不对？那就是有，但是呢，我没有在用，但是我有，但是我办公室有了，但是我这家里有就没有，对不对？那就有这个状况，好吧？这要去理解我们的意思。造假是传承，这个东西说到点上了，好不好？我说到点上了，那有时候就这样嘛。那个弹药库里面，你可能弹药点出来是对的，那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是不是？是什么？水里面藏多少东西，土里面藏多少东西，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是不是？美国不是解放军的对手了，那要看地方啊，看地方，你不能再太武断。美国不是解放军对手，是基于他在台海之间介入的话，他不是中国的对手。但是如果中国打到美国去，那中国不是美国的对手，对不对？半路就被消灭掉了，就这么简单，半路就被消灭掉了。不要以为说中国现在很强，他就是一定可以打赢美国，没有这个前提，好吧？这前提不存在的，是在什么战场上面打谁的仗，他可以有胜率，是不是？你现在中国给我派解放军跑到伊朗去跟美国对干，赢的是谁？美国。赢的还是美国，说真的还是美国，因为美国如果真的要去做碾压式的登陆去拼刺刀了，那么中国就不一定得到好处，因为美国它本身的军事实力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你给我打到中国，打到台湾来，哎，对不起，那你美国所耗的能源就大了，因为人家的所有补给基地都在这个地方，要炸你他妈就炸你了，对不对？我上班打完，我下班继续打，是不是？轮三班跟你战，你美国能吗？不能，好吗？对，地缘优势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好吗？韩国从旁打北京防不了，这个想法很有意思。韩国从旁边打北京，哎呀，这个创意非常理想，我要给你鼓鼓掌，对不对？因为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优秀，因为呢实在做不到。韩国的军队你要先经过北韩，你再打中国，你觉得可能吗？还有，你把东部战区当吃屎的吗？人家的防空系统早就笼罩你全韩国了。你告诉我，韩国发射飞弹打到北京，然后你无法防御，这是什么样的妖文惑众？你要先经过金小胖的地盘，再去打到北京。金小胖会跟你讲，你是吃饱撑的是吧？你是吃饱撑的，你才飞的导弹飞过我家上空，我他妈不干你，我他妈不姓金，懂吗？说这个想法很好。哦，做不到，做不到，是做不到，好吗？啊，感谢书建了，感谢书建的赞助，好，谢谢。所以去理解哈，韩国不是他能不能打中国的问题，是他没有办法去防御金正恩他发狂起来干的事情，因为一个穿草鞋，一个穿皮鞋，哎，一个不要命，一个是我的命比较贵啊，打起来大家都没有好处。不然以前南韩的战舰被北韩打沉了，为什么他不把北韩给灭了呢？南韩的军事的实力比较强啊，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啊，南韩军事实力比较强啊，是不是？但是当他们的4月号被打沉，好像4月号吧，被打沉的时候，请问一下，有人找北韩找个说法吗？没有啊，为什么？打不起来，好吗？这军事不是这样看的，好吗？军事不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就要去理解，好吗？好，那我们接下去哈，这比较重点就在于是说，各位就想去理解，就是说
我们的现在这是美国啊，美国的这个纳斯达克指数整个是大崩盘。那其实老师跟各位去讲崩盘那个是可以去理解的一个事情，但是老师还是按照我们阳历6月的刘月总论解析，我认为它还是横盘我还是横盘，毕竟我们有五鬼星嘛，说五鬼星把你钱偷走，然后再回来，然后上下给你算洗，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情。我说现在6月7号嘛，所以我还是认为是这件事，因为开盘真的开盘的是后面的事情，所以说我是觉得这个横盘的状况还是有，所以你说会不会跌到底一直往下灌？这个是有争议，但是它有其他的问题有产生，所以我们现在这一节我要谈到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就是说为什么这次的这个美股会跌得这么惨呢？其实很简单一件事，就是说在6月3号到6月4号博通的财报它很好就简单一件事，那个博通AVGo它就是说数字是优于预期的，但是市场它是比较在乎在客制化 AI 晶片的业务指数型的增长它说只能在这个地方呢好，但是没有好到让我们很惊艳，对不对？这个 AI 的东西没有好到很惊艳，所以说呢，它现在没有办法继续往上涨的动能是没有的。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说呢，当大家发现这个动能到一个极限之后呢，这比较能够专心在股市上，或者比较知道这些财经讯息的人，他就会开始跑。所以其实礼拜四，它的 AI 的那些 AI 的一些资本链就开始移动了，开始移动了。比如说在6月3号的时候就跌了8%，博通跌了8%。6月5号的跌一个7.9%，2天就跌了将近20%，这个其实就已经可以就有这个征兆在，说不是只有周末说会发生这个事情，是周三、周四周3、周4的时候就已经有这样的味道去存在，好吧？这已经存在的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去知道，美国它在6月5号早上，也就是前天吧，8点半，5月的非农就业指数是远超于预期。所以说呢，美国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再去降息，它做 QE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你的资金不会再无地的放水，你要继续说降低借贷成本，然后让市场能够去刺激到，然后活络一点，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新增的就业的人数，在美国非农就业指数里面，它新增的是17.2万人。17.2万人它是代表什么样的数据呢？它预市场的数据只有8万到8.8万之间，就不到9万。结果你一上来，哇操，快要翻倍了，你知道吗？就变成是17.2万，对不对？在这个地方就很有趣，为什么这么多人呢？那市场的经济学家就认为，美国的经济根本就不会软着陆，是根本就不会着陆，他们就下了这个比较武断的一个定言。但是事实上是这个样子吗？事实上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到非农就业指数它的指数非常漂亮，新增就业这么的高，但是它的失业率是持平的。你就业人数增加这么多，但是你的失业率为什么还是持平？代表有工作的我多找一份工作，没工作的我他妈还是没工作，有没有很简单？而美国没工作的就一定是懒吗？不一定，看每个州的法律。你没有住址，你就没有办法去找工作。没有住址没办法找工作。问题是我现在就是遇到经济困难，我现在就是 homeless， 我在救助站或者我在搭个帐篷，但是我有上进心，甚至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博士级的人，但是就是因为他遇到一个经济困难，他现在没有住址，所以说他不能去工作。因为很有意思，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哈佛的一个教授，他在哈佛校园里面搭帐篷。没办法，因为他不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上班了，是不是？没有办法上班，他就失去这份工作了。因为哈佛教授也不见得买得起他的一个房子这个很久以前的新闻跟各位谈过了。所以说呢，实际的就业数据是原本的2倍这怎么去看呢？这美国经济好到一个不行，强韧到不行，这就是一个幻觉，并没有，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现在通膨并没有是说真的往下消，那你就业火爆，那是因为我要找新的工作来去 cover 我自己的开销。所以说它4月份的 CPI 还是在 3.8， 那你现在油价又增加了比如说油价你3月跟4月跟5月对比起来，它涨了 28%。那么你关税也在推高进口商品的价格，加上特朗普现在他又要去做所谓的一个301条款，那他的关税就是用各种名目要去给你课关税。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美国有可能会降息吗？就没有这样子的空间就没有这样的空间，他就必须要继续的要把它变成鹰派我可能还增加一点利息。那么增加一点利息，就回到我们上个礼拜跟各位去讲过了，你增加你国内的利息，你是不是就要把你公债的利率就往上调？美国国债利率往上调，美国的利率往上调，那么其他地方的利润就可以放弃。
是不是就这么简单这件事情？它是可以放弃的哦。我就因为美国的工程这么高，它是稳定就给我美元的，反正我也是美元赚美元花，在美国啊一分不想带回家，一分就带回家，反正我在美国嘛，对不对？我一定可以带回家的。所以它就可以变成把就虹吸到你世界各地的这一些的资金，慢慢开始往美国回笼。那既然回笼了，为什么它股市还是会跌？你是不是觉得它是有相反的一个地方？尤其是纳指，所以说那是因为它跌最主要是纳斯达克指数，就是所谓的科技的版啊，所以它那一天它就6月50号它就跌了多少1121点，就变成2025年4月以来最大的跌幅。但是你标准普尔只有2.64，而道琼工业指数道琼工业指数里面就30档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商间的公司，它也只跌了1.35啊，它就非常抗跌。为什么？工业就是工业。但是纳指是什么？是我对未来的期望，它是科技类的。如果我对科技股有更多的成长的动能的话，那么它就有更高的估值，所以它是一个想法。而刚才我们讲到了，那既然博通它都已经下跌了，那么相对影响到就是台积电的 ADR 的话就跌了6.6%，费城半导体跌了更多，费城半导体跌了10%，那英伟达它跌了6%，那美光跌了13%，那迈威尔它就跌了16%到17%。那就跌了非常多的，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会去理解它就跌是因为半导体的缘故就是它没有办法继续成长了，动能可能看到天花板了，所以我要先走，造成了一个资本性的狂跌，要去理解这个是资本性的狂跌，所以你说它会不会一直往下跌？我个人认为是不会，我是算命的，我先搞清楚我这个节目上我大声跟各位讲，我上班就是一个算命的，算命的话你不要当真我不是金融老师我先讲清楚了不要去给我乱扣帽子。所以说我们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说，它既然是因为期望值资本性的抛售，我要获利了结，我要比你们更早获利了结，所以说它就会跌下来。未来会不会涨起来？会。为什么会涨起来呢？我说会就是我个人讲的会不代表你投资建议我先跟你讲那是我个人，我陈某人我一个算命的滴滴答答滴答答的陈半仙跟你讲的，那半仙就一半对，一半你知道吗？不是全部好不好？就说不要再打这个写微信叫我赖老师会涨会跌，我一律不知道我就是个算命的可能性在哪个地方呢？很简单，6月就是下一周，我们的 OpenAI 还有那个 Anthropic 就是 Cloud 它总公司，甚至还有 SpaceX 他们都要申请他们去挂牌在纳斯达克，比如6月12那个 SpaceX 它就在纳斯达克挂牌那定价好像在6月11号定价。它的估值就高达1.77兆美元，它是史上最大的 IPO。那单日融资的目标是要达到多少呢？达到750亿到860亿美元。各位懂老师意思吧？这是非常高的一个数字。那后面你还要再挂牌的是谁呢？就 Anthropic 就是 Cloud 的母公司，它也要去申请挂牌。那它最早是10月上市。那还有 OpenAI 也是一样，对不对 ？OpenAI 它也是要去吸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个资金，所以说你说这个股票科技股会不会再回来？会，因为我们预期的这3家公司，它就可以增加到整个股市的一个市值尤其是你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市值就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状况，因为1.77兆开玩笑，你比美国要去还的那个公债，真正叫富可敌国，就是马斯克，他真的是富可敌国的。那 Anthropic 它就是9650亿的估值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大家就会说，你一上去我就要去给你堆花，就要买你这家公司的股票，所以你是不是大量的钱还是会回到科技股？而这3家公司，它跟台积电、跟英伟达有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因为我就可以期望这些公司的估值那么高，吸金吸这么多，那未来的投资效益可期，它涨价也是必然的涨价。所以说台积电今天跌的，以后就可能涨起来。所以你有买这个股票，你不是融资融券的，你就不用去担心。我个人认为你是不用去担心的事情。大家各位要去记得，融资融券的是我们在从去年开始就建议12生肖运势，或是每一个流年流月我都告诉你，能不要融资融券，能不要做杠杆，你就不要去做，因为我们可预期就是它会震荡。震荡，如果你是用融资融券或者保证金的，你大概率会出事，因为它会上冲下洗，你很难不碰到你的 SL 线。就懂老师意思吗？你很容易碰到你的停损线，那你不是白搭了吗？所以说呢，这个6月份呢，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会把我们的一个对科技的估值继续的下冲之后，可能又会上洗，然后呢，它会
破新高，目前我按照刘月的总论解析里面啊，现在不会，毕竟你 SpaceX 上去了嘛，但是你那个 Anthropic 它要10月才上市，是不是？它就可能在一个境界啊，上上下下，上上下下，我认为还是平盘的状况嘛。那至于7月怎么看？你就看我们刘月总论解析嘛，快要出来了，好不好？还没录，好不好？快要出来你再看一下，好吗？所以说这3家公司啊，加起来它的一个估值是超过4兆美元以上，所以如果流通只有5%到10%的股份哦，那也是2000到4000亿级的实际的买盘，就你市场上会2000到4000亿的资金赢在他们身上，那你是不是就会在这个地方会有了？那也包含了比如说养老基金、主权基金、大型的共同基金，你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钱变现出来，然后就放那个地方？所以是说，其他世界各国的其他股市，你就要担心了。那这跟台湾有没有什么关系呢？还有跟中国其他国家股市什么关系？就很简单，台湾的股市，我们从这一次的状况就会知道，是说我们的比重在台积电的身上实在太多了。台积电打个喷嚏，全台湾都得是正三正，还得漏尿。为什么？因为它比重太高了。所以你是买那个指数型的，你一定会受到明天这就会蛮精彩的。但是我相信它的程度不会那么高了，我个人认为了，因为你消化2天之后，你第一天的开盘，我觉得它还不会那么样的夸张啊。所以说，传说中江湖有个传说嘛，你要看这个股票好不好，你就看800有没有买嘛。800如果买的话，那你就不要去买，对不对？你跟他做反就会赚钱的。这也太厉害了，太悬了。我一个算命的都算不赢800，他买什么都会亏。对，你跟他对做都会赚。不知道800是谁的，你去找新闻好不好？我就不说了，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为什么说它可以稳定呢？因为所谓的 IPO 啊，好，它会有所谓的冻结效应。比如说你这个马斯克啊，你上市之后的话，你有一定的时间你是不能够卖掉你的持股的，它会有冻结效应。所以说呢，它就变成是说，大家可以确定说啊，那些大股东，你现在已经到上市之后啊，那你就不会轻易的抛售你的股票，所以它会锁住它的一个利润。那你是不是吸来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你吸来的钱越来越多啊，那当然就问题就大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东西啊，其实各位去注意到一件事情啊，现在买股票不是一个聪明的事情啊，不是一个聪明的事情。我说真的，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个很实在的，这个我前2天吧，我礼拜3还礼拜2的时候，我们去办公室上班的时候，我们有请保洁啊，我们那个商务中心有请保洁，我亲耳听到我们那个快要80岁的那个保洁阿姨啊，头发花白的，对不对？那个动作很迟缓的，在那边收垃圾的保洁阿姨啊，她去收垃圾还要洗厕所的，她居然在打电话跟人家讲我要怎么买美股，你懂我意思吗？我要怎么去买股票？然后电话也大声跟他讲啊，台湾股票怎么买呀？那美国股票怎么买？如果当这样子的人他都要去买股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现在去大笔投资股票是不是一个聪明的行为？你要去考虑到这件事情。当这种人，不是看不起这种人哦，但是差协同理论的确是这样的。当你一个对整个市场跟经济跟所有的风向，你几乎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人，你都想要进场的时候，这个市场是有问题的。所以说他进场之后，可能过几天那个开始倒了，那个保洁阿姨很厉害，他嗅觉之灵敏，只要一进去就会倒，就会这个状况。所以这些问题来看啊，台湾你不是旁观者，因为我们的跟这个美国的科技业绑太深，那中国也是会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中国投资的人他们是看钱不看你什么爱国情绪的，没有的，好不好？你哪里有钱赚，他就投资哪里。所以说呢，中国的一个股市你要去注意，你是中国的朋友，你也要注意，你的股市的一个资金啊，也可能被大抽水，抽到什么地方？抽到美国去。所以全世界的钱都会被抽到美国去的时候，那对美国来讲，我的股市里面有钱了，我这些人募资有钱了，那么这些大企业虽然不会直接把钱给政府，但是实际上你资金都在美国境内的时候，那对美国是比较有利的。加上美国如果它的公债殖利率又高的状况之下，那么我是不是也就可以是说让大家都来买美债？利息高嘛，所以利息高，至少我现在看到你3-5年之内美债也不会完蛋。那我先买嘛，是不是？买了以后我再卖嘛。公债交易市场这么样的火爆，是不是？那自己其他的国家的资金的筹募的状况呢，跟它的虹吸效应啊，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大。然后各位要去知道哦，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它也会排挤到其他的科研市场。你不是 AI 的，你可能就搭不上这辆车。但是搭上这台车的，你也不要开心。过去我们的公元2000年达康时代，也就是26年前，对不对？老师那时候创业成功发财了，是不是？发财了！我住在一个小套房里面，好不好？小套房，小小间的，好吧？那总共在2.5平的一个小房间，我就凭了一台电脑哦，然后呢一台传真机，然后我在那边我月入好几万，
那时候我才几岁啊，对，我有好几万，我就光在那个地方，我一个人就可以赚好几万。为什么？那个墙壁上，我旁边墙壁上贴的都是一些便利贴，什么人什么人要交案，什么人什么要交案。我一个念法律的可以赶上这个达康时代，但是后来他有没有开始垮台？有，垮得挺快的。为什么？因为它就是一个不能直接创造出产值的东西。我们认为它跟世界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它不能够实际创造出产值啊。对了，我现在很简单问你，AI 能不能为公司创造产值？这是一个问号哦，各位。AI 能不能为公司创造产值？我从来没有叫任何公司你立刻导入 AI，我只叫各位你一定要学的会用 AI。你个人你必须学会用 AI，因为那是你自己生存的空间实力。但是不代表你公司导入 AI，公司就会胜利。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们从去年 DeepSeek 出来，2024年了，好像前年了，对不对？2024年吧，好吧，2024年的 DeepSeek 出来，是不是？然后一直过到2025年到2026年到现在这个状况，我们发现整个 AI 进步速度非常之快，简直是飞起飞行的非常之快。但是我们要去理解，在这个过程之中，非常多的个人创业者，尤其包含了 Codex 跟 Cloud Code 之类的等等的，还有 Minimax 这些等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个人创业的风潮，就是说我会写代码，反正我会不会不重要 ，Codex 会 ，Cloud Code 会，那么我就可以帮你写代码。但是像这样的公司，像这样艺人公司，现在是大规模的关闭。为什么？因为实际上你没有办法创造产值，你公司跟你个人这两件事情是两回事。你可以帮别人解决问题，但是你不知道解决什么问题，你只需要别人给你提出问题来你来解决，因为你有 Cloud Code， 你有 Codex。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于你有 Cloud Code， 你有 Codex， 对不对？或者你有 Minimax， 别人也可以在公司里面做到一样的事情啊，他为什么把案子丢给你呢？所以就变成是说你没办法创造需求，你只是认为你掌握到一个世间的名气。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教程啊，我跟这个老师学过了，所以我现在会开发了。所以说我得到天下的名气，对不对？那我就可以开始赚大钱。我听说了 Cloud Code， 有人 Cloud Code 一个月之内啊变成100万美元富翁，一个月就变成100万美元富翁，甚至 Cloud Code 还推出一个白皮书，33页，让你教你怎么样从一个人从零基础开始，然后变成可以上市公司的成长。但是因为这个上市又不多，也不多，所以说后面你会发觉到，公司即使导入这些 AI 的一个系统，但是呢，会把人裁掉了啊，留下你一个智能体，留下你这个数字人，然后就好像可以把员工换掉。那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你换掉之后，你会发现这个 AI 在这个地方，它会执行你上一个员工的工作，可以达到大概6-7成，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不会成长。现在的 AI 没有成长的能力啊，我写的会那是因为我有它有自我迭代的能力啊，所以它有时候成长到我觉得他妈有变态，但是呢，它一般人是没有的。所以它可以完成你员工6-7成的东西，那还有3成跑哪里去呢？完不成，因为虽然它可以不断时间加班，但它做出来的东西会是错的，这么简单，它做出来的东西会是错的。那你做出来，那你会还能去善后？那加上它的一个 token 的费用也非常的高，除非你全部用 DeepSeek， 你只要用 DeepSeek 以外的，你的钱就是巴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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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下去的，那肯定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很多的艺人工作室开始往下跌，往倒闭，然后这些所谓的艺人创业者就开始去找工作了。为什么？因为想的跟我实际经历的是不一样的，我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企业它还是继续裁员，为什么？他认为 AI 是可以帮助他，但实际上帮助不了他，所以现在变成一个两难状况。企业裁员，他除了业绩不好之外，他也希望只有 AI 能够做这些事情，但 AI 没有人类去管理，它就是一个废物。简单这一件事是个废物。所以我到现在还有听到很多人是跟老师讲，是说老师，我现在研发一个 skill， 我已经做一个多 agent 啊，他可以每天帮我写文章，对不对？老师你一步一步慢慢拍，我一天都可以拍100条。我说你疯了，100条的事情谁要看的？垃圾视频谁要看的？我拍都没人看的，你拍会有人看吗？是不是？你没有人去设计是没办法的，因为 AI 的智能它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做出这些事情来。所以 AI 它的估值就成功在是说，我们认为它可以解决我们人生一大堆问题，但是在于是说人要拿工具，工具才有意义。人不拿工具，这个工具是没有意义的。说你要不要学 AI？ 我刚才讲这么多了，公司它要有 AI， 但是它必须人去驾驭 AI， 人不去驾驭 AI， 那是没有用的一个事情。比如说我跟金玲老师，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属性，我能做的他不能做，他能做的我做不好啊。因为他就像金玲老师，他现在自己做的网站很漂亮，对不对？金玲老师他网站已经更新了，做的很不错。但是这个网站是基于什么？基于他的前端能力跟我的后端能力。我们两个必须夫妻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才能够做出一个整套系统。没有它的前端，那我后端也没用。
对不对？没有我的后端，它前端也做不好，是不是？因为你很多语法、很多一些架构你都搞不清楚，所以就变成你必须两个合在一起。那如果你只有一个人，或者你一些意见公司，那么请注意，你一定要有人才能驾驭 AI，人才能够知道 AI 如何更新，AI 才能够变 AI 的更好。除此之外，你没办法。但是你个人，你一定要会用 AI，你要懂得怎么驾驭 Open Cloud，怎么驾驭 Hermes，怎么去驾驭这个 DeepSeek，怎么驾驭 Cloud Code，怎么驾驭 Codex。我告诉你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良辰吉时，你给你 Cloud Code，你做不出来，做不出来的啦。你给你 Codex，你也做不出来的。你只能做一个很像我良辰吉时的东西，但是核心你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基于我特殊的算法。你去任何的假设，翻任何的著作，把地铁水给翻爆了，你算出来的还不会有我对。这就是很现实的事情，好吧？来，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哦，我们就在底下讲其他东西，不然有人就说我划水，好吗？哦，来，做美韩剧算太少哈，真的很幽默，不是真的这样想吧？我不晓得讲什么，就我不知道讲什么，好吗？打败台湾一堆股票被选好，这个我不敢讲了哈，我是算命的，我是算命的，好吧？我是算命的，所以说你要懂了，半仙子对一半，好吧？路有火中国有火力不足恐惧症，这是实际上的是这样子没有错。他会假设别人跟他一样厉害，说怎么办？因为被打怕了嘛。近代时整个韩战，整个那个对韩战啊，或者之类的，他们实在是体验够了啊，近代战体验够了，说火力不足恐惧症的是会有的，他们自己会想办法去推导，是说如果对方跟我一样的功夫怎么办？那我就想要把它再延上出去啊。物价涨得很凶，这实际的哦，冰品多花20元，小吃摊一直上涨，那没有错，那没办法啊。黄金近期回档，不是近期，已经回档了好吗？这个你上个前2天就回档3.3%了好吧？那不是只有近期回档，那已经回档了。但是你需要害怕，不用啊。黄金跟通膨是挂钩的，对不对？它不会有问题的。你放10年，你是一定赚的。你说任何的一个时间点，你去抓10年都是赚的。3年我不敢讲，10年你一定赚，不可能赔。你去找所有的黄金周期表，你找一个10年前跟10年后他会赔的案例给我看看，我也想被打脸，对不对？但是你不要拿道光时期来跟我打，好吧？那个有点过分了，好不好？那就有点过分了。麻烦你挑近代100年的好不好？不要挑道光时期的，那也有点过分了啊。那年轻人大比这一期像股市链担忧，那没关系，他们自己买了嘛，总有人去买嘛，不然怎么办呢？好，大家好，然后我们继续下去哈，所以说我们来看到这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整个它的趋势在往哪里去流。所以说我们现在又往回头，我们去看到这整个乌俄之战里面，乌俄之战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俄罗斯啊，他说可以谈，你来我们莫斯科谈。那个乌克兰就说，我现在已经加入欧盟的评议会了，对不对？那所以是说，你现在应该跟我谈，因为我后面我保不齐我就加入欧盟了，我保不齐我就加入进去了，那我是不是我就可以去做的呢？当然是不行啊，当然是不行，因为这个只是说你进入评议会，跟你实际上能够通过那是两回事的发生。只是他原本的钉子户说啊，我现在不去一票否决了啊，我现在进入到评议会的可能性是会有，但实际上能不能做这些事情呢？有困难，因为泽连斯基啊，他在6月4号说发表给普京的公开信啊，那么他们就希望是说能够谈判的时候啊。能够全面停火哦，当然不去莫斯科谈了，去莫斯科出不来了，对不对？谁也马上也出不来了。但是呢，那个什么普京啊，他在隔天啊，就是圣彼得堡里面就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哦，这是不可能的。那既然不可能，对不对？不可能不在莫斯科谈，那乌克兰为什么要说我要跟你谈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已经说我要谈了，那是你不要，啊，对不对？我提了一个你不能接受的题目，说我们可以谈，愿意停火为世界和平，那你拒绝，那是你的问题。说大家说，你看这家伙不要和平，干他妈打仗就是他，是不是？这个状况就很简单。伊朗也是这样，对不对？伊朗就是说，我现在愿意停火啊，那你美国撤走啊，那我们还有那个以色列撤兵啊，我就可以停火啊，我们就开放海峡，大家一起过好日子啊，是不是？但是拒绝的是谁？拒绝的是以色列啊，拒绝的是谁？拒绝的是美国啊。那他们两个拒绝跟我什么关系呢？是不是？所以伊朗在国际上站得住脚，他不挨打，他不能打人。很简单一件，他不挨打不能打人。所以他去打科威特，那是因为他前一天才被美国揍了，所以他就打了科威特。他打完科威特之后，那美国也得反击，所以就变成有限度的反应。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啊，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他需要形成一个有力的舆论。那这个舆论其实是一个虚假的舆论，其实对他讲没有什么用的。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如果是这样讲，他也不怕被你制裁，他已经制裁到底了。你现在要谈，就变成是说，好，你全面听我去谈，那我不接受，那我们继续耗下去，耗的是谁的国土？
耗的那个是乌克兰的国土，就他想学伊朗，他想学就准备一个是说哇，我用时间换取空间，这方法就错了。真正要时间换取空间，那就是刚好是俄罗斯，我就不怕你拖，我就怕你不拖。为什么？因为俄罗斯它的国土之大，大到一个实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地表国家了。它加上1/3的乌克兰国土，它就可以慢慢的去侵略。它要的就是时间换取空间。他不急的全面吃掉乌克兰，他就是要慢慢的把他国内的一个触角慢慢的建立这些运输体系，慢慢建立这些物资的防线，然后还有人员的调度，他把那边都部署好了。请问一下，你凭什么叫他撤军？人家都部署好了，有本事你来打，有本事你来打，就是来打，你打得赢吗？真正在用时间换取空间的，并不是乌克兰。恰巧是俄罗斯，它需要以时间换取空间。所以乌克兰现在，我觉得他是弄巧成拙。你先跟他谈，你尽快的宣布停战，然后尽快的看能够捞回来一点土地是捞回来一点，趁别人部署卫权的时候，赶快把它捞回来一点，是一点，不然到后面已经占领的东西，它只会越得寸又进尺。到后面你就是谈，你大概也可能只剩下3/5，甚至是六分之，可能在一半的国土而已，那是一个非常状况。所以说反过来去看，你去看到伊朗那个地方，所以美国现在国会这个地方给他束手束脚，川普现在没有办法去把军事升级的正当性，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伊朗的主战派就有可能他有比较站得住脚的题目，那我就给你漫天喊价，啊就地还价。那你要不要还价，就看谁拖得久，拖得越久，美国越衰，因为美国的军费实打实的，伊朗的军费我他妈在家里怕你不成啊，对不对？你在我立法院前面抗议，你在台北车站抗议，干你要出钱啊，你要拿个倒扁资金啊，那你要付钱啊，对不对？你便当要出钱啊，是不是？我们之前体验过嘛，倒扁承诺金拿着钱去谁发财？我不知道啊，谁发财呢？对不对？还有那所谓的什么太大肠花运动，那些物资跑哪里去了？那些钱跑哪里去了？不知道啊，对不对？不知道啊，钱哪里去了？谁知道？物资跑哪里去了？不知道啊，不知道，一团烂账，花不花钱？花钱，美军也是一样。你在那边的耗着，你的军费远道重洋而来，你的航空母舰要不要花钱？你的导弹要不要花钱？你的海军士兵要不要花钱？你的调过去的那些特种部队要不要花钱？都得花钱。伊朗他也花钱，花的少啊，我他妈就花在家里挖个玉米吃，你咋的？你有本事你在海里挖玉米啊，挖给我看过啊，挖给我啊，没有，他就必须远道重洋的，从美国或者就近在世界各地的基地里面开始采购，然后开始去运补到他们的远征军里面去。那要不要花钱？要啊。士兵要不要薪水？要啊。你远征加急啊，你出去征战的你要有加急啊。战死的士兵呢，要不要抚恤？11月又要选举了，那现在6月，5个月不到的时间，你怎么搞？拖到后面谁最衰？川普比较衰。以色列赢不赢？以色列赢啊。为什么？因为纳坦雅胡不会轻易下来，但是我追的他还是必须下来，他不下来，对大家来讲他是最大的问题。而还是一句话，他们的这个所谓的锡安派组织啊，其实不容易是说放弃这次的机会，一旦放弃啊，它的后作用力会极大啊，极大。因为黎巴嫩你真的把它灭亡掉嘛，几乎不可能啊，几乎不可能的状况，好吧？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我真的没有在划水，我认真在讲，好不好？哎，这个鬼胎小算盘哈，以前是这样，那没什么问题了哈。糟糕，我今天还有剩3分钟的时间，我讲太快，过程我讲太快，记得还差3分钟，对不对？以前都讲不完，现在讲到还有3分钟的时间，那没问题。这个3分钟让我划水了啊，因为再讲下去时间会不够，时间就不够了。再讲其实还有很多题目可以讲，但是要么就太多，要么就时间不够，看看还有什么可以讲。我刚才讲过了，金老师说他有工商时间，来你自己讲，麦克风给你。以上是金雅居的工商时间，欢迎大家可以来看看金雅居新版的网站，有非常多的服务，还有命理相关文章哦。我不知道，我绝对是来抢，我只负责我绝对是来抢那个陈老师饭碗的。没有，我只负责他的技术，他前端写了什么，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好吗？我没有空去看了，我光写信又想我录，我就写不完，好吧？哦，还有台湾但是没什么问题。油价、利率这个事情刚才讲过了哈。全球央行去美元化这个事情当然也是会有的，因为美国的那个操纵国际的一个金融市场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现在世界各地的央行啊，他们在减持美元，然后增持什么？增持黄金。所以你说黄金会不会跌？你像包含中国还有其他地方，它都在一直不断的再去
不断再去增持的黄金，你告诉我黄金会跌，短期它一定有涨跌，没有不涨跌的东西啦。但是你还要跟我讲它会跌到底，然后回到可能去年的状况，几乎不可能啊，几乎不可能，因为全世界都在存黄金，全世界央行在存黄金，因为美元有风险的时候，它就需要黄金来兜底，不然你跟阿根廷一样吗？对不对？那我这个是币值变废纸，那不是还有用吗？好不好？高斯会更差吗？会哦，它的用途大概到极限啊、哦。我们要去知道一件事情，高斯扫描它的一个用途差不多到极限了，因为你日本自民党它已经到了极高了，它的应用空间是带领自民党啊取得最多的席位，成功了吗？成功了。所以是说，高市早苗现在一定会遇到各方派系要把它弄下来，因为大家该拿到的东西都拿到了，不该拿到你也拿到了。既然都拿到了，现在你又处理不好跟中国的关系，你也拿不回你的所谓的这个伊朗的问题，所以你什么都办不到。你要国家正常化，要派遣军队，中国直接拿枪架你脑袋瓜，你敢或不敢一句话。加上你现在你没有死脑油，你要拿什么的高科技去制衡别人，都会有困难。说高市早苗现在其实基本上就是很简单，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啥都干不了。说他会不会往下？那一定会往下啊，一定会往下。高氏孙子在中国留学，那这还好吧？我觉得他只要不去声明他自己高氏的子孙，其实还好。其实中国是不是都是仇日人，并没有了，好吧？不要以为网络上讲大圣那就是主流，不是这样子的，好吧？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变成是说你会有一个标志性，就说谁大圣谁就是主流，没有啊。中国每个人讨厌日本人嘛，也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你看上海、北京一大堆日本人走来走去，你他妈有人看到日本人揍他一顿吗？对不对？还有这日本料理的，对不对？吃刺身的，吃生鱼片的一大堆，是不是？还有吃那个拉面的一大堆，那怎么会看到日本就打了？不会啊，没有。那东北我不敢讲，东北可能会被打，但是其他地方会不会没有那么严重？大家大部分都是好人，好不好？所以台湾有一些的声音比较大，他就是主流吗？不一定，好吧？不一定啊，那只是他声音大，他就是对的吗？不一定，好不好？这有时候我们自己要去有一个判断现实的能力。说看老师的直播可以长脑子嘛，对不对？都开始痒啊，干长脑子。好，那我已经直播划水划完了，做几分钟真的划水划完了。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哈，我们的这个岁成丙午年的啊补财库法会啊，尽量早一点参加，因为老师发现很多人财库是破的，那现在都已经在建筑的嘛，把它补起来了。因为每天要做科学做仪轨，所以我都没办法去，没有我就不离开台湾了。哦，本来要去离开台湾办一些事情的，但是我发现这个问题太多了，所以说我这个时间我不离开了，我就每天给各位做功课，每天给各位做仪轨，那帮助大家呢把那个财库里面修好一点。财库不破，你补财库才有用吗？你财库破了，你补它干嘛？我也没多收你钱，对不对？我就跟你讲，我来帮你处理，早点报名，你名字早点在上面，那我是帮你修，早点看到那个世界，早点看到你有问题，早点帮你修嘛，对不对？我没有加价，好吧？我并没有加价这件事情，我还多花那么多时间啊，就是希望各位真能够在这个乱世里面啊，让自己的财富能够守得足一点。然后在那一天补财库法会当天啊，我们就把财气给各位送进去，那你是不是能够守得牢？该够屌屌的是不是很重要？对不对？那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我们在6月几号？6月15号，6月15号我们会公开开始贩售我们的《西游降我录》这个作品啊，是老师费尽的所有的全力去写的这一部书，会变成有声书。这有时候不是我念的啊，上个礼拜我念的是算一个失败，我把它删掉，好不好？后面的就是给大家用我们的新的系统，我给可以用有声书。那6月10号会卖，好吧？那之后呢，姓名学呢，那我们就月底再见，好吧？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啊，结束了吗？对不起，还没结束。拜拜。